大家好，欢迎收看望桥湾频道。今天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Docker， 什么是 Docker， 以及 Docker 的用途和 Docker 的一些优点。Docker 是2013年3月份就推出的一个容器技术。使用的是谷歌的 Go 语言进行的这个开发，是基于 Linux 内核的 cgroup namespace 以及 overlay fs 类的 UniFS 等技术进行的封装隔离。属于操作系统层面的虚拟化技术，由于隔离的进程独立于宿主和其他隔离的进程，因此也称其为容器。至于它有什么优点，为什么要用 Docker 呢？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作为一门新兴的这个虚拟化技术，Docker 跟传统的虚拟机有什么区别？这个是我安装的 Docker， 这个是我之前安装的这个虚拟机，以及安装的一些 CentOS 和乌班图。相比于传统的这个虚拟机 ，Docker 具有更高效的利用系统资源。由于容器不需要进行硬件虚拟以及运行完整操作系统的额外开销 ，Docker 对系统资源利用率更高，无论是应用执行速度、内存消耗或者文件存储速度都要比传统的这个虚拟机技术更高效。因此，相比虚拟技术，一个相同配置的主机，相对于这个 Windows， 往往可以运行更多数量的这个应用。像这个虚拟机的话，如果开启它这一个系统的话，它会耗费很多时间，并且占用的内存也比较大。而像这个 Docker 的话，它启动的速度就会很快。像打开这个Win10的 PowerShell， 我们输入 Docker Image， 然后就会直接查看一些相应的镜像，速度都是很快的。然后再就是 Docker 它可以具有一致的运行环境，开发过程中常遇到的就是环境一致问题。由于这个开发还有测试以及生产的环境不一致，会导致很多的这个 bug。而 Docker 的镜像提供了除内核完整的运行外，确保了应用环境的一致性，从而不再出现这类的问题。另外就是持续交付和部署，对于开发和运维来说，最希望的就是一次创建或配置，可以在任意地方运行。使用 Docker 可以定制应用镜像，实现持续集成和这个持续交付部署。开发人员可以通过 Dockerfile 来进行镜像构建，并持续进行系统的这个测试。而运维人员也可以直接在生产环境中进行这个镜像的部署，对系统进行自动部署，所以就减少了这个 bug 的出现。还有就是更轻松的迁移，由于这个 Docker
确保了环境的一致性，可以在很多平台、物理机、虚拟机以及公有云、私有云，甚至笔记本其运行结果都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很轻易的将一个平台运行的应用迁移到另一个平台，比如这个 Win10 迁移到 Mac， 迁移到其他的 Linux， 把这些开发过程的软件包打成一个 Docker 镜像包。最后就是更轻松的维护和扩展。Docker 使用分层储蓄以及镜像技术，使得应用重复部分的复用更为容易，也使得维护更加简单。基于基础镜像，进一步扩展也变得非常简单。此外 ，Docker 团队开发的官方镜像也可以直接用于生产，大大降低应用服务的镜像制作成本。像刚才大家也看到了，这个 Docker 启动速度非常快，它是秒级的，而这个虚拟机它是分钟级的。硬盘呢使用率Docker 也是降低了这个物理内存。然后像这个虚拟机的话，它的内存基本上就是几个 G 的形式出现的。这个 Docker 它的性能接近于原生，因为它是在物理机基础上直接运行的，而这个虚拟机它对物理机进行隔离生成的另一个系统，有时候会出现卡顿等多个不确定的因素，给开发和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另外就是系统支持的数量来看，单机 Docker 可以达到几千个容器，而这个虚拟机，如果你电脑性能资源匮乏，最多也就一般几十个，电脑就爆掉了，出现内存溢出，根本就跑不动。像学习Docker 的话，还要了解3个基本的概念，像镜像、容器和仓库。镜像就相当于一个root 权限的最小文件系统，就是一个一个的文件系统。而容器就是运行Docker 的一个实例，像镜像在容器中运行。像仓库，最后一个是仓库就是管理镜像比如控制代码的一个中心。我们可以在网上 Docker Hub 上新创建一个账号，然后把一些镜像上传到仓库，进行镜像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官网 Docker 的官网，像它支持的很多平台，像 Mac、Windows 以及很多的 Linux Server、CentOS、Debian
以及最后这个无版图，这上边无版图支持的比较全面。像如果在 Windows 和 Mac 上安装的话，它都有直接的这个安装包，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进行直接一步一步的点击运行，就可以将这个 Docker 在 Mac 和 Windows 上进行安装。如果是在 Linux 系统的话，它也支持一些像渗透 OS 支持 RPM 包，无版图支持 DB 结尾的一些数据包，也可以进行命令安装。这里都有显示，像在无版图上，然后这下边教你用这个命令更新，以及这个之前的一些准备，增加 Docker 官网的 Key， 安装 Docker 引擎的一些命令。然后这下边就是 install from package， 安装以 DB 结尾的这个数据包，大家都可以去运行，很轻松的就将这个 Docker 在不管是 Mac 还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server 上安装。在 Mac 和Windows 以及 Linux 安装的话，它会有一些区别。像这台 Win10 的话，首先我们需要确保它的这个系统不是家庭版的。像我这个是 Win10 企业版，除了家庭版之外的企业版、专业版和教育版可以开启这个虚拟化服务之外，家庭版的应该开启不了，所以需要确保系统的这个版本。在安装这个 Docker 之前，需要确保这个 Win10 虚拟化服务的开启，一个是在 BIOS 里边开启 Intel Virtual Technologic 这个 Enable， 还有一个是需要开启 Win10 自带的这个程序启动和关闭 Windows 功能的一个 Hyper-V 服务，这里点开，然后选择，因为这里都已经选择了，如果你都没有选择，点选中之后点确定，然后系统会进行这个应用的更新，应该会进行这个重启服务。重启之后，我们再看一下，打开 Win10 的任务资源管理器，然后点性能，看一下这里，看一下这个虚拟化已启用，就说明你的这个虚拟化服务已经开启了，就具备了在 Windows 上安装 Docker 的一个前提。安装好这个 Docker 之后，我们打开这个设置，然后根据这个配置，像这个 General， 然后还有这个移动硬盘的分享，以及这些高级的 CPU、Memory、Swap， 还有存储的这个虚拟镜像存储位置进行配置，以及这个镜像加速器，如果不能科学上网的话，你下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卡顿的现象，所以大家需要到网络上去百度或者谷歌填写这个镜像加速器的地址。这个就是一个 K8S， 一个做容器技术编排的一个技术，这个相当于一个小插件吧，然后后边可以再讲。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 Mac 上图形画面的 Docker， 这是我 Mac 的 Docker， 然后我们打开它的设置看一下，跟 Windows 的这个界面都差不多。General Resource， 然后配置，这里都有显示。挂载、网络、Docker 引擎，这里配置镜像加速器、英联航，以及 Mac 上的这个 Kubernetes， 这里都跟那个 Windows 的差不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这个乌班图上的，这个就是我的乌班图。然后 2S， 看一下它的版本，乌班图 20.04， 最新发布的稳定版。然后我们看一下 Docker version， 大家看到权限拒绝，这就是 Linux 系统跟 Mac 以及 Windows 的一个区别。我们输入 Docker version， 然后就可以了。这里就会显示版本 19.03.5 以及Go 语言的版本 1.1.2。然后看一下 Mac 上的，打开命令行，清一下屏，然后 Docker version 也是 19.03.5， 跟乌班图上的版本一样。Go 版本也是 Go 1.12.12。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Docker 在 Win10上的应用效果。然后右键打开 PowerShell， 这个 Win10的 PowerShell 可以运行一些 Linux 系统。然后我们首先需要登录 Docker Login， 输入用户名，就是你在 Docker Hub 上的账号，输入密码。然后登录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Docker 在 Win10上的初次体验。Docker run 乌班图，然后 bin bash，没有进来。Docker run 乌班图冒号15.16.04 bin echo
Hello World。然后开始拉取镜像。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 Hello World。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Docker 的交互式容器的命令 Docker run-i， 这个 i 就是允许你在容器中进行交互，杠 t 就是终端，一个伪终端，乌班图冒号16.04 bin bash。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 Docker 以 root 为账号的一个形式，输入一些我们常用的命令。在 Windows 上就能体验到 Linux 系统的一些常用的命令。像我们在开发中，服务器上很少有这个图形化界面的，所以一些常用的命令大家还是要记住的，也没有必要随机应变，经常去用就会记住。现在我们退出来 exit， 就完成了一次体验。这个就是一个 Docker 的初次体验。Docker 是一个跨平台的容器，也可以很好的在 Mac 和 Linux 运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Docker 容器的使用。我们平时使用 Docker 可能会使用到很多命令，有的记不住，我们就查一下文档，输入 Docker， 然后就会列出很多的帮助文档，像这些 option 以及这个 management commands， 还有这些经常用的命令都有说明。attach build cp 创建镜像，拉取镜像，推送镜像以及保存这些，大家也没有随机应备，用到的时候记不住就查一下 Docker 或者 Docker help， 然后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Docker PS， 查询一下在我电脑上的一些所有的容器，像这个 K8s 之前安装的，拉取的一些镜像启动的容器，还有刚才的乌班图 16.04， 都在这里有显示。Container ID Name Image 创建的时间，状态退出状态，还有这个 ID 都一一的罗列了出来。现在我们就启动一个，启动复制 Docker Start， 然后启动了 Docker PS， 查看一下，就这个3分钟之前创建的，然后3秒之前启动的，
都在这里显示，以及之前我创建的乌班图 20.04 给它起的这个别名。像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肯定希望 Docker 是在后台运行，也可以通过 Docker run -atd 后台运行，加别名-name 乌班图-test 乌班图 bin bash。这里显示乌班图 test 已经备用，我们重新起一个名 test 2，然后启动成功了，看一下 Docker PS， 这里就显示了乌班图 test 2已经被启动，并在后台运行。然后停止一个容器 Docker stop， 可以用别名，也可以用这个 container ID 去停止。乌班图-test 2，停止它，停止 Docker PS， 查看一下，就找不到了这个乌班图 test 2。看一下所有的 Docker PS-A， 查看所有容器，然后我们就看的已经被停止了 status 20秒之前停止。然后我们再启动重启 Docker restart 乌班图 test 2，这样就又重启了 Docker PS。就在这里，启动在4秒之前，创建在1分钟之前，这些状态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进入容器进入后台使用到的一些命令，和 Docker attach 和 Docker exec Docker attach， 然后乌班图 test 2，这样我们就进入了这个乌班图 test 2的系统 pwd。下面我们退出来 ext， 然后 Docker PS， 发现乌班图 test 2已经停止了运行， container ID 这里边找不到了，也就是说 Docker attach 进行交互后会停止容器的运行。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Docker exec -it 乌班图 20.04 bin bash。 现在我们进入了乌班图 20.04 的系统 pwd mi， 进入到了乌班图，并且可以使用一些命令。我们再退出来 Docker PS， 然后我们查看一下，发现乌班图 20.04 别名的这个容器还是继续运行的，所以
我们在开发当中尽量的使用 Docker exit， 而不要使用 Docker attach。Docker attach 会在交互后停止容器的生命周期，会给开发带来麻烦。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如何删除容器。Docker -f 强制删除容器，选择它的一个 ID， 强制删除。这样就强制删除了一个容器 Docker ps， 然后就找不到了Ubuntu 16.04。再看一下 Docker ps-a， 刚才那个 ID 的没有了，这是另一个。看一下上个命令就知道了，07开头的，这个是3E开头的，这样就强制删除了一个在运行中的容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镜像的使用。Docker images 查看在本地电脑的所有镜像文件。像这上边 repository 表明镜像的仓库源， tag 镜像的标签， image ID 镜像 ID， 以及 created 镜像创建的时间，以及镜像的 size 大小都给我们列出来了。然后获取镜像就是像 Docker Pro， 然后Ubuntu Maha 是 3.10， 看一下。从远程仓库开始下载这个镜像。如果你在直接运行这个Ubuntu的话，本地没有，它会先去下载，然后再运行。这个网络有点慢，现在下载下来了。然后我们在 Docker image 查看一下，就是这个，在5年之前创建的。然后我们如果需要下载镜像之前，肯定需要查询一下这个镜像的存在情况，就输入 Docker search httpd 查询，然后它就会列出我们需要的这个镜像文件，根据你的需要去下载这个 Docker 镜像。name 名称，描述 start 这些，然后就在 Docker Pro 就可以了。下面我们就删除一个镜像看看 Docker image Docker remove 删除哪一个？删除这个吧。
冒号13.10删除删除了。我们再看一下，根据 ID 删除，可不可以删除 ？Docker VMI， 然后删除这个吧。好的。还有依赖，所以不能删除，不能强制删除。然后我再删除别的，删除这个，好的，删除，删除，Docker image。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删除多个？再输入一个，答案是可以的。必须被强制删除。然后我们强制删除试试。-F， 然后就被强制删除了。这都是我之前的。然后 Docker CR 清一下屏 Docker 就发现之前的已经被删除了。然后就是其他的一些命令，这些命令大家都可以回去试一下。然后就是给这个镜像打标签，因为太多了可能记不住，需要标签标识，然后我们就标识一个，像 Docker tag 给这个吧，打一个标签，就叫做这个是我的仓库名，大家在推送的时候需要打成仓库名镜像名标签才能推送的上去。然后20.04，然后再打开一下 Docker image 这样乌班图就被我们又重新打成了一个刚才的这个，也就是说它会同时存在两个镜像文件，只不过是名字和标签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容器的连接 C212，像映射端口需要用到-P Docker run -D -P 大 P 随机映射 train -NRJ web app Python app.py， 然后本地没有，它要去远程仓库下载，这里都显示 unable to find， 本地找不到就去远程仓库下载。
然后就是 wait a moment。好，完成。看一下 Docker PS， 就是这个，以及它映射的端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容器端口5000绑到了主机32768上。这个杠 P 大 P 就是容器内部的端口随机映射到主机的高端口，杠这个小写的 P 就是容器内部的端口绑定指定的主机端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Docker run 杠 D 杠 P， 然后5001吧，冒号5000 T2A RNG training web app Python app 点 py， 然后再看一下 Docker PS，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Docker 这被绑定的这个容器端口5000，绑定到了5001上。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容器的互联。当我们创建一个容器的时候 ，Docker 会自动对它进行命名。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name 标识来命名容器。然后 Docker run -d -p -name run obtrain ng web app Python app 点 py， 清一下屏 Docker PS， 然后就看到了重新创建了一个5000映射到32769上，并且以别名它的形式存在。PS 2，然后就看到这个查看容器命名别称。
下面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Docker 网络 ，Docker Network create 杠 d testnet， 这样我们就成功创建了。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Docker Network ls， 就是这个本地网络，这些是我之前创建的。然后杠 d 就是参数指定 Docker 网络类型，有 bridge 和 overlay 两种方式，其中 overlay 网络类型类似于 Swarm Mode，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现在就看一下连接容器 Docker run -itd -name test -network， 刚才创建的网络，然后ubuntu bin bash， 然后就创建完成了。我们再打开一个，按住 Shift 打开 PowerShell， 然后再 Docker login， 然后 Docker run -itd -name test 2 -network test -net， 然后ubuntu bin bash。下面通过 pin 来证明 TED1 和 TED2 建立了就是互联的关系。然后如果 TED1、TED2 内无 pin 命令，则在容器内执行命令安装 pin。我们先进入到 TED1， 看一下 Docker exec -it test1 bin bash， 没有test， 好，进来了。然后我们 pin 一下 test2， 没有 pin 命令。然后我们安装一下 apt update， 看一下这个 Docker exec -it test2 bin bash， 然后进来了 pin test， pin 不通也更新一下 pin update， 这个稍等一下。
要等2-3分钟呢。还有1分钟，这个还有1分钟。我们看一下官网，这个关于乌班图的安装。像乌班图的话，这里显示安装引擎版本 19.10，20.04 已经出来了，还没有更新，可能 Docker 更新的晚。然后这下边就是一些命令，安装方法，然后安装的源，先更新再安装，安装 Docker 的 key， 以及这个 Docker 命令，也可以用安装包安装，这里都有，大家就会看到一些安装包，然后取消，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无非就是一些命令，跟Win10没什么区别，区别就是乌班图上需要用到这个权限速度，如果有权限的话，大家可以在乌班图上运行。如果做开发的话，最好用 Linux 系统。然后这个已经更新完了，test 更新完了，这个还有1分6秒，40多秒，我们拼一下 int test 2，还是没有，没有安装命令 apt install ipu tils pin， 是否继续？这个安装完了，再看一下 test 2，也安装完了，也安装一下 install ipu tils pin， 是否继续 ？1。安装完了，然后我们拼一下，拼 test 2，然后就发现 test 和 test 2可以拼得通，然后停着它，看一下这个拼 test， 发现也可以拼得通，也就是说它们处于同一网络里。就是在刚才的我们创建的testnet 同一网络，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其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仓库管理吧。
仓库管理就是推送镜像之类的。刚才我们就是先退出来 ext ext， 把这个先关掉吧。仓库管理 docker log alt 退出，以拿取搜索镜像，推送镜像。docker image docker image， 刚才也已经演示过了，打标签在推送镜像的时候需要用的。docker， 然后我们 push 一个看看，这 docker push op Ubuntu 20.04到AY bridge Ubuntu 20.04，push 选项 name tag， 需要存在的Ubuntu docker push op AY bridge Ubuntu 20.04，把刚才已经打好标签的推送到仓库。然后这个需要时间。这个前缀就是仓库呢名称，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会出现错误。然后我们看一下我的这个仓库，刷新一下，然后大家就会看到我已经成功的推送了一个Ubuntu 20.04到我的仓库，这个是之前推送的。下面我们看推送一个不是没有打标签的，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个不存在，其实就是需要你打成以仓库名为前缀的一个镜像 repository， 否则你是推送不上去的，并且需要登录。所以大家在平常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在我的这个 Mac 笔记本上看一下一些其他的应用。Docker save -o 然后导出到哪儿 ？Desktop
导出到乌班图 18.0.04.tar， 然后输入镜像名称，就是这个本地的18.04，这杠 O 就是输出的文件名字，后边这个就是本地的名称。现在导出完毕，我们看一下，就像这个就已经导出了，然后我们再导入 docker load -i， 然后桌面的 desktop， 然后导入。我们再查看一下 docker image 的，刚才没有删除啊，不好看出来。我们删除之后再导入看一下 docker remove 乌班图冒号，可以通过它的名字去删除，删除掉，导入 docker load， 现在开始导入，然后我们再查一下，好，又进来了，刚才已经被删除了，现在又导入。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如何导出容器快照。首先我们导出 docker export my 乌班图到我的 desktop， 然后 my 乌班图点 tar， 好，导出。现在就已经将这个乌班图容器快照导出到了我们的桌面上。这个容器快照会丢失历史记录和原数据信息，仅保存容器当时的快照状态，所以在开发中是不推荐使用的。现在我们看一下如何将这个导出的容器快照导入到 Docker 里。这个导出的容器快照再导入容器快照导入到 Docker 中，它不会新创建一个容器，而是会导入到镜像中。Docker import desktop my 乌班图，然后给它打一个标签 my 乌班图冒号 2.0 嘛，然后导入了 docker image， 然后就发现这个已经被导入了，然后再看一下 docker ps-a， 发现没有新创建的这个乌班图容器，而只是会多了一个乌班图镜像文件。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如何去挂载这个数主机的目录到容器中。首先我们创建一个数主机的这个文件夹，然后 docker run -dit -name
就my 乌班图2吧，然后杠 v volume 就是挂载，然后输入物理机的目录 docker 冒号，然后就是 docker 的文件地址 workspace 冒号 hbb 吧，然后 my 乌班图冒号18.04，这样就挂载好了。我们看一下 docker ps， 就发现生成了这个 my 乌班图2，然后我们进入 docker exec-it， 然后 my 乌班图2并 bash。进入之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目录 cd workspace hbb， 好 pwd 一下，然后就发现 workspace 自动创建了这个文件夹，然后 ls 我们会发现数主机的这个挂载的目录里边的内容都呈现在了这个 docker 这个容器里，就是这些。我们把这个 test 删除，移至废资料，然后我们再 ls 一下，就发现没有了，说明这个文件夹确实是 docker 跟数主机共享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docker 的无缝迁移，这个是 mac 地址，刚才导出了容器快闪跟镜像文件，可不可以在我的乌班图系统的 docker 里去加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的乌班图系统，确认一下 ls b lis 2es 杠 a 乌班图最新的20.04稳定版。然后我们找到文件，找到我的 Mac， 然后我们确认一下我的 Mac 地址，按住 Option， 点这个，看到192.168.1.0是我的 Mac 地址，说明这个确实是我 Mac 导出的容器快闪跟镜像文件。我们把它复制到我的乌班图桌面，好，选择，然后这里有个小图标，开始复制，看桌面，开始复制 my 乌班图点 tar， 像这里，需要一段时间。不是很快。好，已经成功了一个。我们看一下如何把这个容器快件导入到我这个乌班图系统的 Docker 里。sudo docker import 就是我桌面乌班图桌面，然后 table， 然后就是 my， 好，给它打一个标签乌
啊，我们导入之前先确认一下我这个弯图的镜像文件。好，看一下，有一个无版图，我们把它删掉。Docker sudo docker 无版图冒号18.04，删除它，清一下屏。我们再sudo docker images， 现在没有任何的无版图镜像文件。我们先导入，现在文件也已经都复制完毕了。我们导入sudo docker export 啊 import 我桌面买的容器快件可不可以在无版图的 Docker 生成镜像文件 1.0。 好，生成完毕，我们看一下 Docker images， 发现这个无版图的镜像文件已经生成了，在10秒之前。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镜像文件不可以被导入。sudo docker load -i， 然后桌面无版图，好，导入了 docker images 加上sudo， 输错了 docker images， 好，大家看到没有？发现这个无版图的信息被导入，而且这个创建时间也是2天之前，说明它的这个历史记录不会丢失，而这个容器怪这儿的历史记录会不会丢失？而且这个容器块这儿跟镜像文件都被我们导入了，完成了迈克尔跟无版图系统的无缝迁移。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容器块这儿看一下，发现它是一些就是 Linux 系统的文件。然后看一下这个镜像文件，它是以一些 ID 存在的这个文件，还有这些信息，主信息，这个是分层的，也就是它们确实有一些不同。把这个先关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 Mac Pro 上导出的这个容器块件和镜像文件，可不可以在 Windows 上导入？这个是我的 Windows， 然后我们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把这个关掉，去 CD， 我们进入到这个文件看一下，好，没有，然后我们再检查一下 Docker images， 拖一下，发现没有关于这个无版图的镜像文件。然后我们清一下屏，然后再 SCP 把这个文件传递过来
scp-r 192.168.1.10 desktop 下的星导入到当前文件，输入密码。稍等一下。正在拷贝这个文件到我的 Win10上。马上就拷贝完了。好，拷贝完成。现在我们在我的这个 Win10系统我们去加载刚才在 Mac Pro 上生成的这个容器块件以及镜像文件 Docker import my 加载容器块件，然后给它打一个标签，乌班图，冒号 V4 吧，导入成功。然后我们 Docker images 看一下，就是这个，刚才我们给它打标签的 V4，并且在7秒之前被创建，大小跟刚才的这个乌班图系统上的 size 一样。也就是说，容器块件被导入，但是它这个历史记录被删除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导入这个镜像文件 Docker load -i， 然后加载乌班图镜像文件。好 ，loaded image 导入成功，看一下 Docker image， 就这个，大家看一下，2天之前生成的，也就是说它历史记录没有被删除。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是没有乌班图 18.04 的，下边这个就出现了，说明导入成功。也就是说 Docker 可以在像 Mac Pro 或者 Windows 以及 Linux 系统成功的完成对这个块件以及镜像文件的导入、导出、复制、无缝的加载，实现了这个跨平台，也给这个运维人员减轻了这个工作的压力，也会给这个生产上带来效率的提高。所以这个 Docker 也是大家应该必备的一个
技术。这样这个 Docker 的使用差不多就到这里了。然后，如果你想使用，你是做开发的，或者说做 Java 的，可能会用到一些就是Docker 插件之类的，像这个 integer id， 我们打开设置，这里插件，这个是后边导入的插件 plug in， 然后在这里输 Docker， 导到这个插件之后，下载下来就会出现刚才那个 Docker， 就这里，然后我们选择。如果是在 Linux 系统的话，连接之后，这里一开始不会连接成功，需要修改文件权限的。大家可以根据提示，它会提示你，就是提示你 Docker 可能没有运行，其实是权限的问题。我们 cd_var 啊，这里 cd Docker 权限不够，然后我们发现这个 Docker 点 sock， 它会提示你这个 Docker sock 没有权限或者没有运行。我们将这个权限给它修改为777之后，这里才可以连接成功。装好这个 Docker 之后，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这个 services， 然后就能通过这个插件打开 Docker。像这里，咱们在这个命令行里显示的 Docker image 就在这里显示了，就这里。然后就显示出来了，还有 container，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sudo docker ps oracle 就在这里显示出来了。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如果在 Mac 这儿的话，这个 i 点 IntelliJ i 点还有 Win10上都可以安装这个开发工具。安装它之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打包，直接推送到我的这个账号，像这样，Docker 地址之类的，直接推送到仓库。大家修改好之后，这个就可以同时用上。好了，这个网上也可以查得到。关于这个 Docker 的使用以及 Docker 插件的使用，今天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给我在视频下方提出，有不足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批评。
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就点赞、按小铃铛，然后订阅我的频道，尽情的分享吧。